裤子裤腿大了不喜欢了。今天教你解决裤腿太大太宽的问题，方法简单好学，实在是巧妙的很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，一起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。在我们的日常穿搭中，裤腿裤子是一种非常时尚舒适的选择。然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一种情况，购买了一条裤腿裤，但裤脚实在太宽，不够贴身，导致整体造型显得松垮，或者是买回来时本是很喜欢，穿几次又想换个款式。这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剪裁或者是扔掉重买，但其实有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，可以让大裤脚变成小裤脚，而且无需动刀剪。接下来我将分享这个方法，让您在穿搭中轻松应对裤腿裤的困扰。首先看看方法一，这里我们要把修改的裤子放在平面上，然后找到内侧的裤缝线，我们将其平放在桌面上。这时我们分别在裤缝线的两边同等距离处分别做上一个记号，可以借助工具来确认其宽度，避免过多或过少。然后我们在裤缝线往上找到同等距离的长度并标记好。接下来我们借助工具把这三个点分别连接起来。最后标记好就是这个样子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针线。对于有穿针困难的朋友，这里我教你一个简单的穿针方法，叫拇指穿针法。准备好针线，然后把线折成双股，跟着再用针把线挑直，一定得拉直哦。再用拇指和食指把线捏住，然后拿住针往上崩开。接着拇指和食指慢慢分开一点，不要分开太多，能看到线头就好。然后用针眼对准线头的位置，直接划下去就成功了，针就穿好了。这个方法不使用任何辅助工具，就能快速穿好针线。做裁缝的人基本都在用这个方法哦，老师傅都会的绝招。这个方法是很实用的，很方便的方法，但是也要多练习几次，毕竟熟能生巧嘛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缝纫啦。第一针我们需要从里面给它缝出来，至于方向左右都可以。这里我从左边出针，再到右边平行的位置穿进去，然后给它斜着沿着刚才做好标记线的这里挑大概 0.5 厘米的地方，从里面往外缝出来。第三针我们回到左边的位置，对齐刚才对面针孔位置插进去，然后向前挑大概 0.5 厘米再穿出来。接下来就是在右边平行的地方也是插进去，斜角挑 0.5 厘米，然后我们接着再从左边的位置向前挑一下，就这样左右的重复操作，就按照这个方法一直把它缝到头。缝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了，像个梯子一样的三角形。现在我们整理一下，然后我们先把线拉直，就往针的方向一直拉近，注意慢慢的拉近，用力要均匀，不要猛的一下猛拉，避免线被扯断了。拉完一段过后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缝的部分已经隐形了，看不见了吧呀，是不是和没动过一样呢？如果过程中遇到针线不够用的情况，我们可以先收线，再继续用同样的方法缝着走就好啦。最后我们把针穿回去，在里边打个结，这样我们穿起来也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。然后我们把另外一边用同样的方法给它缝一下，这样我们的裤子从外表看出来它就是对称的，而且呢不会留一点痕迹，非常的美观。轻松收裤腿。
我们来对比看看啊，一边是缝过的，一边是没缝过的，是不是看不出来了呢？这是已经瘦了7公分的效果了呢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方法2。准备好需要改小的裤子，然后取出针线，我们在裤腿边往上6-7公分的位置，从裤缝边上出针，从内往外穿出第一针，然后第二针我们往上 1.5 公分的距离穿针，再往左 1.5 公分的距离出针，第三针我们再平行穿过一针，距离是不变的。接着第4针往下和第一针的位置平行穿针，第5针再斜着往上面出来，然后继续以刚刚的方式出针就好。从这里开始方法都是重复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好了，现在接近结尾了，最后一针穿出来，现在大家看这个形状就很明朗了，感觉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门框。如果您缝出来也是这个样子，那就正确了。接下来我们把线收紧了就可以了。线收的紧到什么程度其实是可以选择了，如果收到最紧，那么它就是这样一个个的小花边的形状，这样的话裤腿就会显得很窄小。那如果想要宽松一点，那么就可以把线稍微放回去，弄得稍微松弛一些，这样呢就有了荷叶边的高级感。最后收针，我们从里边打个结就好了，这样呢就看不出来端倪了。整体的样子呢就是这样了。当然，如果您在实际操作的话，最好选择和裤子相接近的颜色，这样后期可以避免很多问题。那这里为了更好的给大家演示，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比较显眼的颜色用来区分它们，大家也可以看得更明白。现在是不是更百搭和更随性了呢？而且现在对于身材的遮挡效果呢还是比较明显的，相对于比较常规的阔腿裤和一些牛仔裤而言，这种荷叶边的搭配还能够衬托出来一定的高级感，对于腿型的衬托力呢也更加的具有优势。如果您正好也不喜欢宽宽的裤腿了，不妨试试这个方法吧。好啦，今天的方法就分享完了，如果您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议，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哦。如果您看完视频觉得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